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上期视频的赞一下子就破500了，照理说啊，那个播放量应该是到不了的，所以啊，你们是真的给力。好，让如约进行今天不可思议民工系列的解说。这次主角变成杰林龟，上次啊是波加曼，怎么都专挑水系的？杰林龟身边的同伴则变成菊草叶和小火龙。故事的套路没有啥改变，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宝可梦解决问题。杰林龟所加入这个队伍叫禁区队，从这个排位来看，应该小火龙是老大吧？为了帮助别人，杰林龟他们来到大嘴欧联络所，那里的公告栏上贴满了救助委托。此时的大嘴欧联络所里，鲶鱼王长老正安慰一只皮丘，原来皮丘哥哥皮卡丘被抓走了。鲶鱼王说道 ：“FLB 队一定可以将你的哥哥救出来的。”然而 FLB 队此时正在执行别的任务。见此情况，禁区队当即表示要接受这个委托，而坏心眼队也过来抢这个任务。话说这个名字你们是认真的吗？谁敢把任务交给你们啊 ？FLB 队是黄金队伍，而禁区队和坏心眼队都是普通级别的，所以让他们执行任务，这几个长老还是有点担心的。不过总是要给新人锻炼的机会嘛。为了做好万全准备，菊草叶带着他们去变异龙商店购买商品，却意外的得知东西全被坏心眼队买走了。而且坏心眼队为了阻止禁区队，还把禁区队的树果几乎全吃了，真是恶劣至极啊！一般这种情况，主角团必有贵人相助。这不，戴龙妈妈就上线了，她给了禁区队3条拥有神奇力量的围巾，并给了3个太阳珊瑚的刺，并嘱咐道：太阳珊瑚的刺一定要最后才使用哦。带着这些道具，禁区队就出门了。到洞穴里，禁区队却发现一只皮丘，这不正是委托人吗？原来因为迫切想救自己哥哥，皮丘跟着坏心眼队来到了洞穴，但坏心眼队认为带着他去会是个麻烦，就把他抛弃并关了起来。听到这种事情，禁区队便自然的将皮丘带上，继续前进。而到洞穴深处，却发现这里全是魔物菇。小火龙说道：“一定要小心前进啊！”然杰林龟却还是不小心踢到一只魔物菇，结果这只魔物菇生气，导致全洞穴里的魔物菇都使用毒粉。见状，禁区队赶紧跑啊！好在小火龙此时升级，学会了喷射火焰，将草系魔物菇全都吓跑了。而杰林龟因为所戴的围巾可以防止陷入中毒状态，所以也没啥事。走出洞窟后，皮丘发现了自己哥哥掉在地上宝物袋，正要说明情况时，一只盔甲鸟突然从高空出现，将皮丘抓走了。禁区队赶忙去追啊！追的路上，杰林龟幻想要自己能学会水枪，那有多好啊！说不定就能直接飞天了。在路上，禁区队还见到了被打倒在地的坏心眼队，他们都被盔甲鸟打伤了。见状，禁区队则将最后一个树果分成3份给他们吃下。坏心眼队也终于感到羞愧，纷纷向禁区队道歉。最终，禁区队终于到山顶，看到被抓的皮丘和他的哥哥皮卡丘，一场大战就此打响。这只盔甲鸟感觉像是吃了炸药一样，非常暴躁，对着禁区队就是一顿猛戳。尤其是杰林龟吃了大亏啊！见此，禁区队打算用最后的秘密武器太阳珊瑚的刺，他们一人一根。首先是小火龙佯攻，菊草叶扔刺，但被躲开了。然后杰林龟正面冲撞，小火龙扔刺，但却被挡下来了。最后盔甲鸟生气了，打算从高空来一发猛的。皮卡丘见此情况，则让皮丘将自己的宝物袋打开，然后一招大力飞脚将里面的迅速种子送到了杰林龟嘴里。吃了这个东西，杰林龟顿时开挂，盔甲鸟完全就追不上他了。趁此机会，杰林龟只要最后一个刺扔了出去，成功击中盔甲鸟。然后禁区队在合力使用大招。这一的是，杰林龟此时学会水枪了。就这样，盔甲鸟被打败了，皮丘和皮卡丘哥哥就这样被救了出来。而有趣的是，盔甲鸟醒来后，仿佛不知道自己之前做了啥。菊草叶推测，可能是跟最近自然灾难频发有关系吧。好了，不可思议的民工系列就更新完了，我是阿皮，咱们下期见。